来关注半岛局势。周二，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10天内第5次。由于朝鲜此次试射的是中远程弹道导弹，并且是5年来首次越过日本上空，地区局势再现升温迹象。周三凌晨，美韩双方各发射2枚陆军战术导弹作为反制，美日韩也随即展开各层级密集会谈，共商朝鲜射弹应对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敏感时刻，日前参加美韩联合军演后驶离韩国海域的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周三重返半岛东部海域。韩联社周三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两军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实施了地对地导弹联合射击，以反制朝鲜前一天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挑衅。综合韩国媒体的报道，周三凌晨1点，韩军和驻韩美军各自发射2枚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合计4枚，精准命中东部海域靶标，彰显了遏制朝鲜新挑衅的联合作战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韩美两军保持常备不懈的监视状态，不论朝鲜挑衅原点在何处，都有十足的把握随时拔点，取得源头打击的压倒性胜利。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本次美韩发射的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主要实施纵深打击战术，以及攻击敌区深处集群目标，最大射程为124到150公里，增程型可达到248至300公里。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周三凌晨的发射是韩美联军第4次进行针对朝鲜导弹挑衅的联合导弹射击，此前3次分别于3月、5月、6月实施，共发射14枚，其中韩军发射12枚。而驻韩美军本次是首次针对朝鲜射弹进行了回击试射。美韩方面发射这个对地导弹是，显示它对朝鲜的这样一个威慑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地实际上就是对朝鲜的一些重要的地下设施，它都有这种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意味着这个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这种紧张的对抗，应该说有这种升级的一个味道。值得注意的是，据韩军介绍，本次韩美联合导弹射击前，周二深夜，韩方还单独发射了1枚射程可达1000公里的玄武2C 弹道导弹。不过发射后出现异常，这枚玄武2C坠落在发射阵地附近的江陵基地，导弹携带的推进剂引发大火，但弹头没有发生爆炸，所幸也未造成人员伤亡。韩国中央日报称，当地居民被导弹坠落后发出的强烈火光和巨大声响惊吓到，纷纷致电政府部门和媒体询问。资料显示，韩国国产玄武2C 导弹是玄武2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削减了弹头重量，增加了射程，提升了打击精度。韩国发射这个玄武系列这个导弹，一方面是依靠美韩联盟，那么韩国想增强在这种朝韩这种军事的对抗中的一种能力；另一方面，韩国也是在不断的去寻求这种自主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增强。所以此次发射尽管失败，实际上也意味着就是说韩国并没有放弃它这种在导弹方面这种自主的这样一个步伐。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仍在对朝鲜此次射弹进行分析。是就是说，朝鲜的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在增强，实际上这个是对这个美国的这种威慑能力在增强。在目前这个半岛这种局势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双方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这样一个战略博弈，其实双方是多回合的一个互动。值得关注的是，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三的通报，结束韩美联合军演的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当天返回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上月25号进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次日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韩美联合海上演习，结束后又在半岛以东的公海海域举行了美日韩3国联合反潜演习。按照韩联社的说法，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刚驶离便返回的情况非常罕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这表明了韩美同盟将就朝鲜的接连挑衅加强应对态势，以及反制朝鲜任何挑衅和威胁的坚定决心。外界还注意到，半岛局势升温之际，包括美国、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海军在韩国庆尚北道集结，于周二开始在浦项附近海域进行联合水雷战演习。韩国海军对外宣称，本次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海军之间联合展开水雷作战的能力。韩军还将通过本次演习向其他成员国学习操作无人潜水艇的经验，体现了拜登政府一贯的多边施压的这样一个风格，就是喜欢打群架。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是被联合国认为是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在美国看来，为了这种国际动员的需要，那么他还可以把这些国家纠结起来，在朝鲜半岛
这个海域实施这个军事行动，实际上就表明就是说，美国还是抱着一个冷战思维来看待这样一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来看到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晚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电话会谈。通话中，拜登对岸田强调了美国对日坚定承诺。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周二发布消息称，当天在九州以西实施了航空自卫队与美海军陆战队共计12架战机的联合训练。共同社称，日美鉴于朝鲜发射了飞越日本列岛的弹道导弹而紧急展开训练，意在明确展现制衡态度。日本防卫省表示，目的是确认自卫队和美军的快速反应态势。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分别与日韩高层进行了通话，确认遏制朝鲜军事威胁需要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方面周二表示，美国准备在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与朝鲜代表会面，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缓解朝鲜射弹后的紧张局势。Our position on diplomacy and dialogue has not changed, and it remains the same. And frankly, this action underscores the urgent need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I'll also note that our ultimate goal here, which is th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not changed either.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朝鲜本周二上午发射了一枚射程达4600公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越过了日本上空。那对此您作何解读？确实，这是朝鲜在时隔5年之后再度试射飞越日本上空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而且是被认为近年来射程最远的一次。很显然，朝方实际上是要通过这样一次试射，向外界发出这么几个信号：其一是，虽然朝鲜现在正经受西方国家最为严厉的经济与技术封锁，但是朝鲜经过自力更生，仍然使得自己的弹道导弹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朝鲜已经不再仅仅是着眼于防守与自保了，而是可以对美日展开反击与进攻。第三，我相信朝鲜研发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搭载核武器。这个也就意味着朝鲜是在通过此举告诉美方，我的核威慑能力已经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看到，在朝鲜试射中远程弹道导弹之后，美韩也立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导弹试射行为。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在过去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时候，美方除了象征性的表示谴责之外，还会好言安慰几句朝鲜，奉劝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然而这一次，在朝鲜试射中远程导弹之后，美方不再奉劝朝鲜了，而是立即祭出了一文一武两招。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立即同韩国与日本的相关官员通了电话。拜登总统甚至表示，会在晚些时候就是与岸田文雄展开会谈。那么很显然，美方把它当成的是进一步巩固美日韩同盟的机会。武的一招是，美韩联军立即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4枚地对地导弹来进行回应，并派出战斗机展开精准轰炸演习。美韩此举不仅要向朝鲜发出以武对武、以强对强、以硬碰硬的信号，而且要告诉朝方，虽然你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跟美韩的军事实力比起来，仍然不是在一个量级上，甚至不是处于同一代的水平。很显然，美韩对朝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了，是因为受到了俄乌冲突的影响。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仅仅是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武器，就改变了战场态势，使得美方对自己的武器性能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了，并因此而产生了武器决定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朝鲜已经成功试射了中远程弹道导弹，那么在武器决定论的影响下，接下来美国势必会进一步放宽日本与韩国研发的导弹射程的上限。未来在东北亚甚至是在亚太地区，以中远程导弹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势必会愈演愈烈，本地区的局势势必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那在您看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与美韩之间的军事对峙为什么会进一步走向激化？为什么双方都会选择以武力的方式来向对方示威呢？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双方军事对峙进一步走向激化，实际上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朝鲜与美韩的政治对话与政治谈判不仅已经完全终止了，而且和谈的希望与前景都已经彻底幻灭了。拜登在上台之后，不仅中断了特朗普开创的美朝领导人接触，甚至是彻底否定了特朗普提出的对朝和谈路线，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幼稚病，是在浪费时间，朝鲜根本就不可能契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也果然于上个月颁布了核武力政策法，不仅明确宣布了自己为所谓的拥核国家，而且还声明了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绝对不会解除核武装，不会跟美国进行以弃核为目的的和谈。那么既然通过外交途径与谈判桌发言的路子走不通了，双方自然就会找到以武力来发言的道路上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不仅恢复了美韩联合军演，甚至是在朝鲜周边举行了美日韩大型联合军演，尤其是最新一次，还时隔5年把核动力航空母舰都给派过来了。那么还有就是，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美俄关系的濒临破裂，以及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又使得中美关系处于了低谷状态。这就使得在半岛局势博弈当中，中俄2个大国原先发挥的对美日韩的牵制作用，以及对朝鲜的劝和促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被弱化了。我认为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朝鲜与美韩双方走上以武力对话的道路就在所难免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